I got the second one on the nose right now. Hey, I'm high cover on you. Lock him up. Lock him up. Bam! Shoot him, Fox 2! I can't, I don't have a fucking phone. 1989年，利比亚以北190公里的大海上，两架从肯尼迪号航空母舰起飞的 F-14熊猫正在执行战斗巡逻。11点55分，预警机发现两架属于利比亚空军的米格23前来拦截，在多次尝试规避无效后， F-14被授权向直冲而来的米格开火。两发 AIM-7 麻雀未命中后，两架 F-14向相反方向分开，其中一架 F-14绕到米格23机组背后。短短1分钟后，两架米格相继被击落。这就是颇具争议的第二次西德拉湾事件，也是美军 F-14 战斗机为数不多的空战记录。作为毫无疑问的空中明星， F-14 的开发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随着喷射式引擎的广泛运用，高速的战斗轰炸机和导弹给航母编队带来了巨大的威胁。F-14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众所周知，地球是圆的，受制于地球弧度，航空母舰上的雷达只能侦测到150公里以内的目标，和二战时期相比没有什么变化，而战斗机和反舰导弹的速度越来越快。做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就可以算出，以2马赫的速度突防的战斗机，从150公里外飞到航母头顶仅需4分钟不到。苏联人新开发的米格25更是把这个时间压缩到了3分钟以内。仅靠舰载雷达是不可能应对高速飞来的轰炸机群的。面对迫在眉睫的威胁，舰队防御战斗机的概念被提出，美国海军开始为航母编队寻找一种可靠的远程拦截机。这款飞机必须要能够在空中持续巡逻6个小时以上。按照海军高层的构想，除了长时间的巡航能力以外，这种拦截机还应当具有强大的雷达和远程导弹，为航母编队提供早期的预警和防御，并且能够在较远的距离上及时拦截来犯的敌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道格拉斯向军方展示了代号为导弹手的 F-6D 战斗机。说是战斗机， F-6D 圆滚滚的外形看上去比攻击机还要笨重，加长的翼展，超大的并列双座驾驶舱，都是为了塞下扫描范围长达190公里的主动雷达和6枚射程高达260公里的远程空导弹。作为名副其实的导弹手， F-6D 确实拥有了海军预期的超远距发射导弹能力，也大大扩展了航母战斗群的早期预警范围。但是相对的，为了携带大量的燃油和武器装备，空重达到20吨的 F-6D 不仅没有任何格斗能力，机动性差，速度也慢，完全不能称之为一款战斗机，更难以在航母上服役。最终 F-6D 项目因为太过激进而被取消，但使用舰载机进行舰队防空的概念并没有因此消亡。在时任国防部长麦克拉马纳的干预下，美国海军开始和空军合作，共同推进战斗机实验项目。比起花大价钱分别给陆军和空军开发新机，会计出身的麦克拉马纳更关心怎么省钱。麦克拉马纳希望海军和空军共享开发成果，两个军种使用共通的战斗机，从而起到节约成本、简化后勤的效果。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F-111诞生了。可惜强扭的瓜不甜，在一开始，海军和空军所需要的战斗机侧重方向上就是完全不同的。F-111虽然名义上是战斗机，但空军让他干的都是攻击机的活，而且 F-111对航母来说仍然过于笨重，并不是空军想要的远程拦截战斗机。不过不难看出， F-111的身上已经出现了 F-14的影子。在飞控电脑尚不发达的70年代，可变后掠翼的概念十分受欢迎，苏联和美国都建造了类似的机体， F-111和 F-14也都赶上了这个时髦。在低速时，宽阔的机翼可以提供更大的升力，高速时则可以向后收起，减少阻力。机翼的角度变换可以完全由机载电脑自动计算完成。最终由海军航空的名门格鲁曼公司操刀， F-111为蓝本， AIM-54 凤凰远程导弹和格鲁曼灵活的战斗机机身组合在一起，造就了美国世界航空史上人气最高的战斗机之一 F-14 熊猫战斗机。 F-14 是美国海军的第一款全天候双发双座战斗机，长 19.13 米，高 4.9 米，最大起飞重量33吨，最高速度2马赫，配备了一门在 F-4 上广受好评的 M61 火神机炮，10个挂载点上可以携带最多6吨的各种导弹和炸弹，不仅能够满足对空拦截和对地攻击的多种需求，
还可以携带专门为 F-14开发的大型战术机侦察吊舱系统执行侦察任务。为熊猫的拦截任务特地开发的 AM-54 空空导弹是70年代绝对的黑科技。作为美军唯一的远程空空导弹，射程超过190公里的 AM-54 凤凰，最高速度超过5马赫，是绝对的轰炸机杀手。和 AWG-9 雷达配合时，可以同时锁定跟踪24个目标，6枚凤凰可以同时发射，实现对多目标的打击。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 ，F-14 一直是美国海军航空兵的主力战机。在冷战时期，大大小小的局部冲突中，有美国海军的地方都能看到 F-14 的身影。1974年9月，熊猫正式服役。第2年，美军从越南西贡撤退，企业号航空母舰上的 F-14 战斗机负责在场风行动中掩护撤离的美国和越南人。作为海军拦截机的绝对主力， F-14 在冷战期间多次拦截苏联的战略轰炸机和侦察机。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熊猫每周都要负责护航从苏联飞往古巴的图95轰炸机。黎巴嫩内战期间，美国海军其他侦察机逐渐淘汰，而新机仍未配发。在这青黄不接的时节， F-14 担任起了战术侦察的重任。80年代初，利用新开发的战术机侦察吊舱系统， F-14 每天都在黎巴嫩上空执行侦察摄影任务，为维和部队提供识别信息，并引导海军的炮火支援。1973年，卡扎菲宣布利比亚北部的西德拉湾属于利比亚领海，这一主张引发了美国的强烈抗议，因为西德拉湾海域已经远远超过了国际法规定的12海里。作为回应，美国开始派遣舰队，开始在西德拉湾附近执行航行自由任务。随着老好人吉米·卡特卸任，强硬派的里根上台后，对利比亚的态度愈发强硬，美军在利比亚海域的活动也进一步增强。作为利比亚在西德的恐怖袭击的回应，1981年8月，包括弗莱斯特号和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在内的航母编队被部署到西德拉湾附近，在利比亚家门口进行威慑性的军事演习。2个满编的 F-14A 飞行中队被部署在尼米兹号上。8月19日，2架苏22从利比亚索尔特市附近的加尔达比亚空军基地起飞，前往拦截参与演习的美军战机。西德拉湾上空，利比亚空军率先发难，在距离 F-14 约300米的距离上发射了一枚 K-13 空空导弹，但没有命中。躲开了导弹的熊猫获准反击，发动攻击的2架苏22被击落， F-14 毫发无损。这次事件成为了 F-14 的首次空战胜利。值得一提的是，对面的苏22也是可变后掠翼设计，此次战役成了2个世界的可变后掠翼战机的第一次交战。到了1989年 ，F-14 又在利比亚北部海域击落了2架利比亚的米格23，这也是视频开头无线电通话记录的来源。进入90年代 ，F-14 还参与了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负责红海和波斯湾上空的战斗空中巡逻，同时还负责一些侦察和护航任务。尽管被严格限制了武器的使用， F-14 却可以用强大的主动雷达主动照射伊拉克武装分子，威慑伊拉克人撤退。正面战场以外，在俗称 Top Gun 的美国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中， F-14 为美军培养了大批精锐海军飞行员。经过 Top Gun 的培训，美国海军对北越空军的杀伤比从 2.4比1飙升到 12.5比1，而没有进行类似训练的空军杀伤率则急剧恶化。70年代初，亲美的伊朗末代国王巴列维在位期间，苏联超高速的米格25成了伊朗空军最大的威胁。面对最大速度超过3马赫的米格25，伊朗空军根本无力拦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空中的米格一通侦察后扬长而去。为了拦截苏联人的侦察机，伊朗空军在国际市场上寻求一种高速的先进战斗机。1972年，尼克松访问伊朗，向伊朗空军展示了新开发的 F-14。2年后，伊朗订购了总计80架熊猫和714枚 AIM-54 凤凰空空导弹。后来，由于伊拉克对伊朗西部的入侵，两伊战争爆发。在战争前期，熊猫表现亮眼，前6个月里，伊朗的 F-14A 取得了超过50次空战胜利，只有1架被米格21爆炸产生的碎片击伤。随着战争的进行，伊拉克从法国获得了幻影 F-1战斗机。1981年11月，一架伊拉克的幻影 F-1首次成功击毁了伊朗的 F-14。之后的几个月里，又有3架 F-14被击落，大大鼓舞了伊拉克空军的士气。再加上伊朗内部对原巴列维王朝军官的清洗， F-14的飞行员质量大不如前。尽管存在很多不利因素，在缺乏预警机和地面观测指挥的情况下，凭借 F-14各项优秀的素质，伊朗空军在面对伊拉克战机时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整个两伊战争期间，伊朗空军装备的 F-14击坠了超过160架伊拉克飞机，凤凰导弹取得了超过80%的命中率，几乎是百发百中。目前所有的凤凰导弹的战绩都来自于伊朗空军。尽管伊拉克军队宣称自己击落了70余架 F-14，但直到今天，伊朗仍然有超过20架的 F-14在服役。很多研究都认为，两伊战争期间仅有10余台 F-14被击落。熊猫飞行史上最多的击坠数和人类历史上空导弹最远的命中距离都来自于伊朗的波斯猫们。这些爷爷辈的 F-14直到今天仍然是伊朗空军不可或缺的主力战斗机。尽管在军方和民间都享有超高的人气，但是熊猫并非没有缺点。F-14脱胎于 F-111，也继承了 F-111的发动机问题。格鲁曼在设计之初就发现了配套的 TF-30发动机存在种种缺陷，脱胎于公鸡机的 TF-30在 F-14上出现了严重的动力不足。F-14A 和 TF-30发动机的组合被称为多年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发动机和机身不匹配，1/3的事故来自于引擎问题。更严重的是 TF-30并不能满足海军对 F-14空战能力的要求，发动机在进气气流变化时很容易发生失速和停车，而半边引擎失速则会导致 F-14变成高速旋转的空中陀螺。不少 F-14飞行员都练出了在空中熟悉重启引擎的本事。忍无可忍的美国海军立刻对 F-14进行升级，此后的 F-14B、F-14D 均换成了通用电气公司开发的 F-110引擎，使 F-14的航程提高了60%。尽管出于经济性的考虑，直到 F-14彻底退役，大多数的 F-14仍在使用 TF-30作为动力来源。F-14诞生时期，导弹的运用逐渐成熟，超视距打击的概念开始被逐渐接受。在这一时期的战机开发中，出现了设计需求和具体实现竞争相长的恶性循环。飞机发动机的推力越强，就要装更多的武器，武器装的越多，机身就越重，机身越重，推力就必须越强。F-14也不能免俗，在寸土寸金的航母上， F-14的重量也成了大问题。熊猫20吨的体重接近 F-4E 鬼怪战机的2倍，比起后继者 F-18大黄蜂也重了5吨还多。挂载6枚凤凰导弹的 F-14甚至无法安全地在航母上降落。70年代末开始，可变后掠翼的设计也逐渐过时。随着颈部稳定机身控制技术的逐渐发展， F-16开始成为主流。可变后掠翼不仅逐渐失去了必要性，反而由于复杂的机械结构成为了熊猫的缺点。随着 F-14逐渐力不从心，1988年，美国海军启动先进战术战斗机计划，寻找熊猫的替代品。国防部拒绝了格鲁曼公司对熊猫的改进计划。FA-18大黄蜂系列战斗攻击机逐渐开始取代 F-14的位置，而苏联解体带来的国防预算下降，新基地的开发一再被推迟。F-14一路在美军中服役到2006年。为了防止伊朗获得 F-14的备用零件，2007年起，封存的 F-14都被拆解粉碎。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共同领略一番 F-14在各类影视中的精彩表现。1986年，《捍卫战士》上映，作为汤姆·克鲁斯的成名作，他饰演的桀骜不驯的独行侠米切尔上尉驾驶 F-14独占6架敌机。影片中所有 F-14的镜头均来自于实拍，大量的空战画面和细致的描写，使得《捍卫战士》成为影史上最优秀的空战电影之一。F-14或以 F-14为原型的战斗机形象，也在各种电影、漫画、游戏中出现。标志性的可变后掠翼、优美的外观让熊猫成为了流行文化中的明星。2022年的《捍卫战士2》仍然不放过让 F-14大放异彩的机会，足以说明熊猫超越时代的人气。